人生或许就是一个不断许愿还愿、许愿还愿的过程。2022年初到年中 Norman 的频道做了一系列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测，他们究竟是预测对了，还是 Norman 要被打脸了呢？今天就带大家来做一个年终的盘点。别打了，疼！大家好，我是 Norman。人嘛，做预测做多了，总是有被打脸的风险的。Norman 在今年的年初对市场做了一系列的预测，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被打脸呢？话不多说，下面进入第一个预测。预测一，房地产市场的涨幅很有可能依然是2位数。这个预测嘛，应该算是打脸了。不过错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值得说明的一点，我们比较的是2022年的平均价格跟2021年的平均价格，不是2022年的高点和21年的高点，或者年末比年末这样去比较它们的价差。根据统计学意义上的均价对比，2022年的均价确实是比21年要高一些的。2021年的平均房价是109.5万，2022年截至11月末，平均房价是119.5万，上涨了约10万加币。2022年12月的房价如果维持在105到110万之间，那么相信2022年平均房价会来到差不多119万左右，较上一年109.5万上涨了 8.7%， 距离 10%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如果年初利息快速上涨来得稍微晚一点，或者幅度稍微小一点，让整体的价格在高点维持多几个月，那么我的预测2位数上涨还是很有可能会实现的。2022年之所以被称为是一个灾年，是因为这一年中出现了一个局部的高点，在这个高点之后房价下降了，所以买在上山道路上的人有可能稍微买贵了一些，并且在下山的过程中出现了下跌。如果我们用年末的价格比年末的价格，那么22年跟21年比确实是有一波下跌的，这个下跌幅度差不多是 5%。 第二个预测，预测2， 2022年的整体销售数量很有可能比2021年会低一些。这一条应该说是猜对了的。2021年大多伦多地区累计销售房屋数量为 12.2 万套，创下了历史新高。2022年截止11月末只卖掉了 7.2 万套房子，按现在的速度加上12月，差不多全年会卖在 7.6 万套。这样一比呢，比上一年2021年总的销售数量会下跌 38% 左右，这几乎可以被称之为断崖式的下跌了。相信这一年很多房产经纪人和上下游产业链上的人，比如说做贷款的、做保险的、做装修的、做翻建的，他们的日子并不是非常的好过。第三个预测，预测3，预计利率会上涨。这一条算打平吧，半对半错。我确实猜对了利息上涨这个现象，而且是很多轮的上涨。不过我也确实低估了上涨的幅度以及带来的相应的影响。造成加拿大历史性疯狂加息的主要原因，其实是美国在疯狂的加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要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货膨胀。捎带手呢，可以收割一下全世界的韭菜，尤其是他们的盟友欧盟、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加拿大希望跟美国的经济保持步调一致，汇率也相对稳定，那么美国人加息了，加拿大也要跟着加息。加息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整体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大家的可负担性出现了问题。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央行加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调控经济和通货膨胀，它没有想调整房地产市场。房价和可负担性被造成了影响，实际上是央行通过加息来调控经济活动造成的 side effect， 可以说是被误伤了。央行选择是否加息，并没有考虑对房地产的市场会有多大影响。第四个预测，预测4，比较贵的物业会开始慢慢难卖一些。这条是猜对了的。2022年特别贵的物业确实随着大家的可负担性下降，变得越来越难卖了。年初的预测视频中，我跟大家讲到了，在今年要买比较贵的物业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挑剔和谨慎。大家如果听了我的建议，希望你躲过了买了特别贵的豪宅被套住的命运。第5个预测，预测5 Inclusionary Zoning IZ 的到来会成为影响整个市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关于 Inclusionary Zoning 的预测虽然还没有在整个市场中体现出来，但是我还是大言不惭地认为这一条是猜对了的。
IZ 是什么？不了解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去看去年我录制的 Vlog 45。简单讲，就是新建的房子中，开发商要捐建5%到10%的房子作为廉租房，可以说是半送给市政府。那么开发商就平白无故的增加了对应的建筑成本。IZ 对新建的楼花成本和价格影响是巨大的，对整个多伦多房屋新的供给则是毁灭性的打击。今年楼花确实卖得太贵了，人工上涨、建筑成本上涨、利息上涨，这些都是天灾，都使开发商的成本急剧上涨。而 IZ 的到来让开发商捐房子，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祸，人为的增加了开发商的建筑成本。最后的成本就是天灾加人祸，让开发商房子只能卖到天价，最后让买房子的人赚不到钱，开发商也卖不掉房子，造成多伦多新开的盘都没有办法及时开建并增加房屋的供给。如果新的楼花盘都卖不掉，建不起来，那么多伦多的供给问题就等于被强行从今天延迟到了3到5年之后。多伦多目前新房的供给如此不足，完全无法配套50万一年的新移民数量，相信在未来的3到5年中，住房危机将更加严重的爆发。第6个预测6，租赁市场在2022年会有比较强势的表现。这个预测猜对了，相信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意见了吧？多伦多及周边今年的房租跟去年比上涨了20%有余。在这边要恭喜各位房东，尤其是买了新房可以无限涨租，并且锁定了固定利息的朋友们。第7个预测，2022年将会是一个公寓之年。这条应该也是预测对了的。一个不成熟的投资人会通过比较绝对收益率来判定自己的投资决策是否正确，即使市场平均收益率是10%，自己赚了5%也感到开心。这样做其实是不正确的比较，正确的衡量方法是拿自己的收益率跟市场平均收益率去相比。即使是巴菲特在2008年这样一个大的股票灾年，自己的投资收益率也是负的，不过他跑赢了市场平均值，所以老巴是很厉害的。2022年我跟大家讲是公寓之年，要买downtown和地铁沿线的新的公寓。我们看一下2022年11月416区的 condo 价格是 73.5 万，相比于2021年12月 73.1 万，价格是上涨了4000块。在其他区域和其他物业类型都有比较明显下跌的时候，公寓可以跑赢市场平均水平 10% 左右，这一点我还是很欣慰的。condo 的确在过去1年中跑赢了其他物业类型，2022年依然可以被称为是 condo 之年。那么2023年是什么年呢？如果大家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想知道的朋友多，我到时候给大家揭晓。第8条预测，今天 Norman 在这边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哪一些房子在现在的市场中已经推荐大家开始卖了，还有哪一些房子是大坑，没买的千万别买。这条预测可以说也是猜对了的。我在今年3月初看到了市场一些反转的迹象，专门出了一期视频告诫大家市场的变化有可能到来，有一些房子是没有办法继续持有了，应该开始卖的，而另外一些房子呢，尽量不要买。我把这些价格明显被高估了的房子起了个名字叫裸泳房。总结一下，就是尺均价贵、总价贵的、偏远的、天残地缺老破小、网红楼、涨了很多的房子以及天价的楼花。针对这样一系列裸泳房即将跳水的情况，我还专门写了一首小歌给大家。鉴于评论区大家纷纷告诉我唱得挺好，下次别唱了啊，这次我就不给大家放了。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去 Vlog 54收听一下。对应着每一个类别的房子，我都举了具体的实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跟2月高点相比，这些房子平均下跌已经超过了 25%， 跌幅是明显跑赢了市场的。像 Waterwalk 这个房子，我多次在视频里当做反面教材黑来黑去，这个房子跌幅很有可能已经来到了 30% 以上。还有一些天价楼花几乎跌掉了整个首付。如果你在我第一次提到裸泳房被价值高估有可能跳水的时候就坚决的把这样的房子卖掉了，或者是听了我的建议躲过了一些天价的楼花，那么站在今天的角度，相信你一定会来感谢我的。综合来看，我年初的预测可以说大部分是猜对了的，不过我也不是大仙，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答案每一个预测都是对的。无论如何，我把真实的想法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可以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谢谢。
做预测是一个非常高危的事情，明年到底还要不要干这么高危这么二的事情呢？希望大家可以评论区给我指点迷津，我听大家的，感谢。关于2022年 Norman 都买了啥，他们的收益如何，以及 Norman 团队2022年的 performance 如何，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等我假期结束来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最后预祝屏幕前的你假期愉快，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